周期表內具相似性質的元素排列在同一中行，每中行為一族，共有8個主族，分別編為羅馬數字。第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和0族。中間部分是過渡金屬。每一族的特性，例如所有第一族元素，它們的最外電子殼層的電子數目為1，例子氫元素和鋰元素。同時，所有第7族元素最外的電子殼層電子數目是7，例子氟元素。舉例，第1族中的元素鋰元素是具有3個電子，而鈉元素則有11個電子，因為它們的最外電子殼層都是有1個電子，所以此族元素的化學性都十分相似。因為第一族中的元素，它們具有相似的化學性質，當它們與水混合，都會發生劇烈反應，而且它們的活性由上而下遞增。從上一個視頻，根據波爾模型，鉀原子的電子排列應為2、8、9，但是這個排列是不正確，鉀原子的電子排列應該是2、8、8、1。應用元素週期表的邏輯作為基礎，因鉀元素屬於第一族，它的最外電子殼層應該只有1個電子。當繪製鉀原子的電子圖時，首先畫出它的最外電子殼層，再把1個電子填入最外電子殼層內，然後按照2n2次方的公式完成其餘電子殼層的電子排布。最後我們得到2、8、8、1的鉀電子排列。另一例子，第2族中的鈣元素的最外電子殼層應該有2個電子，因其各族元素的最外電子層亦應該一樣。同樣使用鉀原子的排列電子方法，得到鈣的電子排列是2、8、8、2。週期表中的以下4個族有專屬的名稱，它們分別是：第1族中的元素被稱為鹼金屬，第2族被稱為鹼土金屬，第7族稱為鹵素。同時，鹵素的活性是由上而下遞減。最後到0族中的元素被稱為貴氣體或鈍氣，它們的最外電子殼層都有足夠電子，因此可達至穩定狀態。例如，氘氣有3個殼層，而它的最外電子殼層擁有8個電子，如圖1所示。而氦氣只有1個電子殼層，只能容納2個電子，故氦原子的最外層只有2個電子，而其他成員則最外層有8個電子，但氦氣除外，故此0族中各成員的最外層電子的數目並不一致。因為貴氣體，它們的最外層電子是擁有電子偶或八隅體狀態，因此不需要獲得或失去任何電子，導致它們變得穩定及不活躍。但其他的元素，它們的最外層電子數目並不似貴氣體，導致極不穩定。第2族與第3族之間的元素稱為過渡元素或過渡金屬，例如鐵和銅為過渡元素，但其性質與第1、2、3族的金屬性質不同。細心觀察，週期表內會顯示一條紅色的鋸齒形線，由鋁元素延伸至鉑元素，藉着這一條紅色線，將金屬和非金屬元素分隔開。週期表中，位於線的左方，各元素都是金屬，而非金屬則位於右方。同時，與據此線相鄰的元素則通常是鋁金屬。氫在週期表中不屬於任何一族，雖然其原子只有1個最外層電子，但是它的性質與第1族的其他元素截然不同。稍後在另一個視頻中，我們將仔細講解第1、2、7和0族中的元素，以及金屬和非金屬之間的差異。